各位朋友，中國大陸呢現在流行了一種說法，這個暴論說呢，中國政府只有廢除和平統一的說法和思想，才能真正的讓台灣和平解放。而這個鄭麗文一手天牌打得稀爛啊，現在呢在台灣竟然有超過50%多的民眾反感國民黨。那某種程度上來講啊，那個鄭麗文是那個解放台灣的促進劑呀，這種說法各位那不也正確嗎？是吧？鄭麗文自從執政以來啊，根據台灣民心調查8月25號公布的最新政黨的好感度民調數據，賴清德當局2週年節點前後，民進黨整體民眾的評價明顯的回暖了，好感度較6月大幅上漲。反觀國民黨的好感度持續低迷，現在的反感度高達了 53.8%， 泛綠支持陣營進一步擴張，中間選民占比明顯縮水，那就沒戲了。那國民黨那就沒戲了，你就是即便是藍白合重返執政，那也沒有可能性了。現在這個民調 53.8% 的人反感國民黨，不會投票給國民黨，那太好了啊！那这個事簡直是太好了。這次的民調，有人說那是不是綠營的民調呢？是戴立安設計問卷，必肯市場研究執行電話訪問，8月19號、21號完成了1076份有效的樣本，95%的置信水平下，抽樣率誤差 3%， 覆蓋了全台22縣市20歲以上的民眾。這個數據啊，台灣的親愛的粉絲們，你們認為這個我也不太了解啊，這個民調所的背景，你們覺得這是綠營的宣傳呢，還是真正的能反映台灣的民意呢？反正是鄭麗文這個一手天牌是打得稀爛呢。好吧，咱們再看看這個彭文正啊，彭文正呢以前呢是一個堅定的獨派，对吧？可是呢，彭文正由於被蔡英文給迫害到美國去了以後，在美國可能接觸到的信息啊，比台灣要全面的多，所以彭文正的思想經過了一個極大的一個轉變。彭文正24號他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說，為什麼我現在主張和平統一啊？因為台灣只剩下2個選項，和平統一和非和平統一。為什麼會這樣呢？哎，那就要去問問已經執政10年的民進黨了。彭文正一直都是深綠的呀，古今台外這個詞兒就是他發明的呀。現在從深綠轉到了深藍。可是呢，彭文正現在的轉變啊，是不是有點晚了啊？我不是說他個人有點晚了，而是說和平統一這個說法有點晚了，朋友們。為什麼這麼說呢？繳械投降啊，是台灣武裝割據勢力的唯一出路，也是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唯一的形式或者是結果。此外呢，沒有任何和平統一形式的存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68周年之際，解放台灣事宜呢再次成為網上的熱議話題。為啥解放台灣問題會成為人們的熱議呢？原因在於當前的國際形勢和台灣現狀同當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時很相似。一方面，以台灣的割據勢力頭目賴清德為代表的一幫台獨分子挾洋自重啊，以武拒統，靠美謀獨，並揚言要加強軍事武裝建設，反抗大陸軍事演習啊！美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也對此積極呼應，不斷的解綁對台軍售，並持續派軍艦、飛機過台灣海峽，招搖挑釁，赤裸裸的侵略。另一方面，美國對中東的標誌性的反美反霸國家伊朗悍然發動軍事打擊，中東局勢岌岌可危。
這個同當年解放軍炮擊金門的形勢何其相似和一致呢？金門炮戰啊，台灣那邊稱為823炮戰，具體就是指1958年8月23號，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对据守福建金門島國民黨軍進行了懲罰性的大規模炮擊和封鎖行動。1958年前後，在美帝国主義的支持和慫恿下，台灣的蔣介石國民党部隊瘋狂叫囂，要反攻大陸。駐紮在大小金門島的國民黨軍隊開始不斷的炮擊沿海的村鎮。1958年8月23號，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奉命上占據金門的國民黨軍隊和駛往金门的運輸船艦進行警告性的炮擊。炮擊呢，擊斃了國民黨金門防衛部的3名中將副司令，擊傷了運輸艦1艘。9月初，美軍加強了在台灣海峽的兵力，並派出軍艦、飛機直接為國民黨運輸艦隊護航，大肆進行武裝挑釁、戰爭威脅。面對美帝國主義的挑釁和威脅，9月8號、11號和13號，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炮兵部隊又奉命對金門和驶往金門的國民党運輸船艦進行了3次大規模的猛烈炮擊。美帝所謂的護航軍艦則聞炮逃遁，棄蔣艦於不顧，再次徹底顯露出外強中干的紙老虎的本性。為了粉碎當時美國要把台灣問題升級為所謂國際問題的圖謀，10月6號、25號，毛澤東主席撰寫了2篇國防部長的文告公開發表，先後提出暫停7天和單日打、雙日不打的方法，但上述均以沒有美國軍艦護航為條件，如有護航不在此列。截止到1958年12月底，福建前線部队在炮擊行動中共擊沉擊傷國民黨軍隊的各型艦艇23艘，擊落擊傷軍用飛機34架，斃傷中將以下官兵7000餘人。此後，這種警告性的炮擊打打停停、斷斷續續，成為控制台灣海峽、遏制美台勾連的游刃有餘的有效的戰術手段。1979年1月1號，中美正式建交的時候，福建前線部隊奉國防部長徐向前命令，從該日起停止對大小金門進行炮擊。至此呢，炮擊金門這個全面把控台海局勢、阻隔美台勾連的戰術手段被排除在解放台灣的戰略之外。人民解放軍開展炮擊金門的軍事行動的另一個國際背景是1958年7月，美國出兵侵略黎巴嫩，干涉中東事務，制造了中東事件。為了聲援阿拉伯人民的反美革命鬥爭，同時給予企圖趁火打劫、妄圖反攻大陸，並出動飛機對大陸的沿海地區進行偵察挑釁，轟擊福建沿海村鎮的國民黨反動派部隊有力的回擊。黨中央、毛主席、中央軍委從國際反霸、反侵略鬥爭的形勢需要和國內解放台灣、統一祖國的鬥爭方針的需要，毅然決然的領導和指揮了解放軍對金門的炮擊活動。環球軍事雜誌對解放軍炮擊金門的軍事行動作出評價：炮擊金門行動中，毛澤東主席領導我軍靈活運用鬥爭策略，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方針，始終掌握鬥爭的主動權，每一步都體現了軍事鬥爭與政治外交鬥爭緊密配合，軍事上的打與停、大打與小打，不同時間和不同情況下的打擊目標，特別是每次炮火打擊的規模、數量、效果等各不相同，體現出了巧妙的指揮藝術。正是這種戰與和、停與打的這種情況下，每一次炮擊金門如同一道歷史的分水嶺，極大的改變了東南沿海敵擾我防的局勢，更迫使美國放棄軍事上的掌控台灣、制造2個中國的陰謀，不得不恢復中美大使级的談判。那麼現在中東反美抗美的標誌性國家伊朗以及反美陣線，就是擺脫美國控制的這麼一個關鍵的轉折點。
歷史往往是驚人的相似。現在的台海形勢和中東的現狀與當年解放軍炮擊金門時何其相似啊！當下美台勾連進一步加深，美帝不斷的解綁對台的軍售，美軍招搖過航進行挑釁，台獨勢力日益露骨和膨脹，美軍在中東再次發起控制中東地區航運通道、能源資源的這種對伊朗的侵略戰爭等等。那麼在823炮擊金门68周年之際，台灣割据勢力民進黨的頭目賴清德23日赴金門參加823炮戰68周年紀念活動時，聲稱將繼續秉持所謂的寸土不讓的精神，不斷的強化及投資台灣的防務等等，一股從骨子裡散發出來的死心塌地、死不悔改的台獨分子的醜惡嘴臉。結合現實，回顧老一輩革命家發起的炮擊金門的這個行動，何其的英明偉大、高瞻遠矚啊！只要台灣一天不被解放，祖國一天沒有實現完全統一的台灣問題、國家統一問題，就永遠是老百姓的熱點焦點議題，這是不可回避和轉移的事實。能和平解放台灣最好，這是台灣兩岸人民和人民的軍隊最期盼的方式和結果。但是不需終日掛到嘴上，台灣及其武裝割據勢力同香港、澳門的情況完全不一樣。台灣有得天獨厚的易守難攻的跨海自然條件，有一定的實力割據武裝力量的存在，有死心塌地的搞獨立的諸多的團夥和政客的作祟，有美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台灣的反动割據勢力憑借海峽的阻撓以武拒統，挾洋謀獨，甚至妄圖以台為主來統一中國的野心不斷的膨脹和露骨，靠一國兩制、和平談判或打經濟牌、感情牌等手段，已經不能促使台灣實現和平解放了。所以武力解放台灣是不可回避的現實課題，靠武力迫使台灣割据武裝、繳械投降，是台獨勢力的唯一出路，是和平解放台灣的唯一方式和結果，沒有其他的和平統一的選項，否則只能用武力將其徹底殲滅。面对現實，拋棄和平統一的思想吧，反而會促成和平統一的結果。正如中日將韜光養晦掛在嘴邊，每天喊不是真的在搞韜光養晦一樣，把和平統一中日掛在嘴邊喊，反而達不到和平統一的目的。因為台灣的割据勢力摸清了大陸要搞和平統一不會動用武力的心理底牌，反而給了他們在搞台獨的道路上肆無忌憚狂奔的底氣、自信和膽量，這也是目前台獨勢力不斷猖獗的根本原因之一。放棄同台灣各政黨進行和平談判的想法吧，無論是台灣國民黨還是由國民黨真魂幻化出的台灣民進黨，都不具有同大陸談判的主體資格和地位，他們蛇鼠一窩，要麼是日本軍國主義殖民台灣時留下的野種團體，要麼是勾連日寇在內戰中被打敗的流竄到台灣的什麼國民黨喪家流寇匪徒及其後代，作為國家和人民為敵的分裂叛國反動分子的代表，國民黨或民進黨都沒有主體資格同大陸進行任何形式的談判。試想現實中，如果警察同罪犯進行平等和談，那罪犯心裡會是啥想法啊？罪犯豈不是越感到越犯罪越高光？那罪犯岂不是要犯最大的犯罪啊，更大的罪行啊？可見當下實現和平解放台灣、統一祖國最現實、最可行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放棄和平談判解決台灣問題的思想和口號吧，以武力敦促台灣武裝割據勢力放下武器、繳械投降，迎接人民解放軍登島和接管台灣，否則將對其予以徹底的殲滅。相信這是台灣武裝割據勢力的唯一出路，也是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唯一的方式和結果。台灣武裝割据勢力抱着和平談判不放的目的，在於謀求台灣事實獨立。中國大陸不能為了短暫的和平而延誤祖國的長久統一，只有祖國完全統一，兩岸才能真正的實現永久的和平。這中國大陸的網友啊，多具有戰略家的眼光啊！那有人說你老是放嘴炮，什麼時候啊？
我覺得真的是不遠了啊，朋友们，美国人的預測還是準的。建國100年，2027年8月1日前統一台灣是大概率的事件了吧？你看看最近的這些布置，國防部的招待會啊，已經把統一底牌說得很清楚了。而且解放軍報文章把建軍的100年目標到了關鍵期點得更明了吧？在台灣東部南海的這種聯合的演訓，已經在做拒止美國和日本參與這個準備了吧？2028年之前解決了。點個訂閱，下集再聊。